你够狡猾吗？为什么我们在生存的当下需要狡猾呢？今天我们将揭示一些关于狡猾生存的技巧，帮助你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脱颖而出，成为生活中的赢家。大家好，我是安老爹。会听到我要狡猾住生活这一句话，其实是安老爹看日本动画《最强的阴阳师异世界转生》中主角所说的一句话。刚开始听到时，觉得很奇怪，我们怎么会需要狡猾的生活住？通常狡猾一词给人一种负面的直觉印象或感觉，狡猾意味着使用欺骗、诡计或不诚实的手段来达到个人目的。这种行为常常被视为不道德或不诚实的，可能会伤害他人的利益或破坏公平竞争的原则。因此，人们往往将狡猾与不可信任、不可靠或不道德联系在一起。在现代社会中，狡猾生存的技巧变得越来越重要。无论是在职场、学校还是社交圈中，我们都需要具备一些特殊的技能来应对各种挑战和机会。你可能会问，为什么狡猾生存如此重要？答案其实很简单，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仅仅依靠智力和努力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学会运用狡猾的策略来获取优势，以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在今天的内容中，我们将探讨狡猾生存的心理战术，了解心理学原理，如何利用心理战术来获取优势是非常重要的，帮助你识别和利用他人的弱点，以达到自己的目标。此外，我们还将提供一些实用的生存技巧，帮助你在竞争中保持警觉。我们将探讨如何利用资源和机会，如何建立有效的人际关系网络等。这些技巧将帮助你在各个方面取得成功，无论是在工作中、学习中还是社交场合中。然而，我们也要明确一点，狡猾生存并不意味着违背道德和伦理。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我们要保持诚实和公正。我们将讨论狡猾生存的道德边界，帮助你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保持良好的道德品质。让我们一起开始这个令人兴奋的旅程，学会狡猾生存，成为生活中的赢家。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狡猾生存的技巧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机会和挑战的世界，只有具备狡猾生存的能力，才能在这个竞争的舞台上脱颖而出。狡猾生存并不是指采取不道德或欺骗的手段来取得成功，而是指运用智慧和策略来应对各种情况，以达到自己的目标。它是一种灵活性和适应性的表现，让我们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竞争力。为什么狡猾生存如此重要？首先，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无论是在职场、学校还是社交圈中，资源都是有限的，而竞争者却众多。只有通过狡猾的策略，我们才能在资源分配中获得更多的份额。其次，狡猾生存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和利用他人的弱点，在竞争中了解对手的弱点和短处是非常重要的。通过狡猾的策略，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弱点来获取优势，从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此外，狡猾生存还可以帮助我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保持警觉。现代社会充满了变数和风险，我们需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决策能力，以应对突发情况并做出正确的选择。狡猾生存的技巧可以帮助我们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稳定和安全的立足点。狡猾生存的背景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进化历史。在原始社会中，人类必须学会狡猾生存，以应对食物的竞争、捕猎的挑战和领地的争夺。那些能够灵活运用策略和技巧的人，才能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传承下来。如今，狡猾生存的技巧在各个领域都有应用。在职场中，我们需要学会利用人际关系和政治智慧来获取晋升和机会。在学校中，我们需要学会狡猾地应对考试和竞争，以取得好成绩和学术荣誉。在社交圈中，我们需要学会与人相处，建立人脉，并利用这些关系来获取资源和支持。然而，狡猾生存并不意味着违背道德和伦理。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我们要保持诚实和公正。狡猾生存的技巧应该用于正当的目的，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同时不伤害他人的利益。总而言之，狡猾生存的技巧在现代社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它是一种灵活性、适应性和智慧的表现，
让我们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脱颖而出。通过学习和应用狡猾生存的技巧，我们可以成为生活中的赢家，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狡猾生存的技巧不仅仅是关于智慧和策略，它还涉及到心理战术的运用。了解心理学原理并能够运用心理战术来获取优势，是狡猾生存的关键。首先，我们要学会观察和分析他人，了解他人的行为模式、喜好和动机，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他们的行为，并做出相应的反应。观察他人的肢体语言、言辞和表情，可以揭示他们的真实意图和情感状态。通过观察和分析，我们可以获取有关他人的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在与他们的互动中取得优势。其次，我们要学会利用心理战术来影响他人的思维和行为。心理战术是一种通过操纵他人的心理过程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技巧，其中一个常用的心理战术是建立亲和力。通过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和情感连接，我们可以获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这可以通过倾听、表达共鸣和提供帮助来实现。另一个常用的心理战术是利用社会认同，人们倾向于与那些与自己有共同特征或共同目标的人建立联系。通过强调与他人的共同之处，我们可以建立起一种共同体验和共同利益的感觉，从而增强与他人的联系。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心理战术来激发他人的竞争心理。竞争是人类天性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来激发他人的动力和努力。通过设定目标、提供奖励和创造竞争环境，我们可以激发他人的竞争意识，并促使他们付出更多的努力。然而，我们要明确一点，心理战术并不意味着欺骗或操纵他人，我们应该始终保持诚实和道德的原则。心理战术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良好的关系，促进合作和实现共同的目标。我们应该尊重他人的权益和感受，并避免利用心理战术来伤害他人或获取不当利益。在运用心理战术时，我们还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和态度。积极的心态和自信的表现可以增强我们的影响力和说服力。同时，我们要保持冷静和理性，不被他人的情绪和行为左右。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运用心理战术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总而言之，狡猾生存的技巧涉及到心理战术的运用。通过观察和分析他人，利用心理战术来影响他人的思维和行为，我们可以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然而，我们要始终保持诚实和道德的原则，并注意自己的情绪和态度。通过运用心理战术，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并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你我是否又有狡猾的内心呢？让我们在夜深人静中默默地问自己吧。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请记得给老爹点赞、追踪和分享。在下一期的视频中，安老爹将分享一些实用的技巧和策略。还没订阅本频道的朋友，也希望您能订阅，这对于老爹创作来说会是实质的鼓励。老爹每周一和周四都将定期更新，就让我们下次见。